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你推荐一本能够深深触动心灵、引发深思的文学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作者是著名作家迟子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描绘中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生命与死亡、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对话。在当今这个快节奏、充满喧嚣和压力的社会中，我们常常迷失在繁忙的生活中，忘记了生命的本质和意义。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就像一泓清泉，能够洗净我们心灵的尘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与生命的关系。让我先从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开始。在北极圈附近的苔原上，生活着一种名叫旅鼠的小动物。旅鼠在种群数量过多时，会成群结队地奔向大海，集体自杀。这个现象引发了科学家的深思，他们为何选择这样的结局？而我们人类是否也在某些方面像旅鼠一样，盲目地追求某种目标，最终却迷失了方向？额尔古纳河右岸正是这样一本书，它引导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一、自然的敬畏与生命的轮回。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了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鄂温克人相信，万物皆有灵，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源于一种古老的哲学观念，即天人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鄂温克人通过与自然的亲密接触，领悟到生命的轮回和自然的法则。他们相信，生命的终结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这种观念，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这不仅有助于保护环境，也能让我们在心灵上获得一种宁静和满足。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是鄂温克人的家园，也是他们的教堂。在这里，他们与自然对话，与神灵沟通。每一片树叶，每一只动物，都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在日本，有一个名为森林浴的活动，人们走进森林，静静地感受自然的气息，聆听鸟儿的歌唱，触摸树木的纹理。这种活动不仅能缓解压力，还能增强体质，提升心理健康。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书中描绘了鄂温克族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随着外来文化的侵入，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年轻人开始向往城市生活，传统文化逐渐被遗忘。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全球化背景下普遍存在的问题。现代化带来了便利和进步，但也带来了文化的同质化和传统的丧失。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学习鄂温克人的经验，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和传承传统文化。例如，在教育中，我们可以增加对本土文化和历史的学习，让年轻一代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根源。这不仅有助于文化的传承，也能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年轻人走了，带走了部落的希望，也带走了古老的传统。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依旧静静地流淌着，而鄂温克人的心却开始迷茫。在爱尔兰，政府通过立法保护盖尔语，并将其纳入学校课程。这不仅保护了语言的多样性，也增强了民族的文化自信。3. 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思考。额尔古纳河右岸深入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本质。鄂温克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坦然和接受的，他们相信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这种对死亡的态度源于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即生命的轮回和循环。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通过对死亡的思考，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这种观念，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挑战。例如，在面对亲人离世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安慰和力量，珍惜与亲人共度的时光。同时，这种观念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死亡是生命的另一面，是自然的轮回。鄂温克人相信，死去的人并没有离开，只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在墨西哥，亡灵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人们通过庆祝活动缅怀逝去的亲人，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坦然。这种文化传统不仅缓解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也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4. 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冲突。书中还描绘了鄂温克族人之间复杂而深厚的人际关系，他们的社会结构以家族和部落为基础，强调集体利益和互助合作。这种人际关系模式源于一种古老的社群观念，即集体主义。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紧密相连，个人的成功与集体的繁荣息息相关。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这种观念，
改善人际关系，增强团队合作。例如，在工作中，我们可以倡导互助合作的精神，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能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鄂温克人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每个人都为这个家庭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日本的许多企业中，员工之间保持着一种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公司通过各种活动，如聚餐、旅行等，增进员工之间的感情，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通过以上对额尔古纳汉尤案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挣扎。它让我们思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否遗失了什么？当我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是否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精神家园？额尔古纳汉尤案以其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人与自然、生命与死亡、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对话。它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引导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挑战。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智慧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与生命的关系。谢谢大家。